维也纳永不打烊的立体博物馆。在维也纳，你遇到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雕塑都是展品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一栋普通房子，它其实和维也纳老城区的建筑没什么两样，它就是 Wiener Bürgerhof。这个房子啊，看上去好像就是一栋普通的住宅楼，上面住人，楼下有咖啡馆，看起来平平无奇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你把时间拨回到1905年，这地方就不普通了。它的设计者是 Franz Kraus, Josef Tölk， 属于维也纳分离派 Secession 风格。换句话说，它和那一批分离派艺术建筑是同一时期的产物，代表作就是这个分离派博物馆。这种艺术风格涉及很多领域，比如这些自然风格的纹饰，甚至字体。这些设计看起来也没有那么 fancy， 但是在100年前，他们可是现代建筑浪潮的先锋。代表人物就是古斯塔夫克里姆特，他的代表作《吻》在欧洲也算是家喻户晓。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建筑，会发现它被分成了几个大小不等的楼层。它的地面层特意做得更高，因为底下一般是商铺或餐厅。现在这里是有名的甜点咖啡馆。巧合的是，100年前这里也是咖啡馆。说到19世纪的维也纳，城市化飞快推进，居民楼往往直接面对商业街。于是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底层改成面包房、肉铺、咖啡馆、药房，让楼上居民下楼就能买齐一切。这就是典型的 mixed use 模式，一栋楼，楼下做生意，楼上住人。现代城市的很多住房就是这样演化而来的。抬头看咖啡馆上面，你会发现一排排规律的住宅，设计上并不花哨，但保证了采光和居住舒适。这就是奠基主义楼房的标志性特征。走在维也纳街头，你一眼就能分辨哪一层是生意，哪一层是生活。看完了商铺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看不出层高的顶层。我们需要换一个视角。这个房顶有传统的三角形斜坡，在折角的位置，房顶却是由2个折线构成的坡组成的。这种屋顶叫曼萨尔屋顶。它的下半段几乎是垂直的墙，让你能塞进去一个完整的楼层。上面收坡，既不会积雪，又能避开法律里对楼层数量的限制。对于当时的新兴都市来说，这是人口膨胀时增加住房的理想方式。原来三角形的阁楼在边缘处通常直不起腰，但是有了曼萨尔屋顶后再也不腰疼了，还宽大明亮很多。你可能想象不到，在100年前，最惨的还是住在顶楼的人。这里冬天冷得像冰窖，夏天热得像蒸笼。当年还没有电梯，你要是住在楼上，每天都得自己爬上去，搬烧炉子的木头和搬水都靠2条腿。而如今翻新后，房子装了电梯、空调，阁楼变成了复式顶层公寓，带露台还能眺望整个城市。当年最差的楼层，现在反而是最贵的豪宅。维也纳的天际线没变，但住在屋顶下的人早就换了一波。你知道当年的维也纳房产市场哪层楼才是最抢手、最贵的楼层呢？是这个3楼。其实在当时的维也纳，这层才叫1楼，真正计算楼层的起点。这里不潮湿，也不用天天爬楼梯，所以这里的租金最贵。住的主要是律师、医生、银行家，住在这里的都是标准的市民精英。住在第4层和第5层的则是教师、小职员这些普通市民。总体来说，楼层越高，爬得越累，租金也就越便宜。换句话说，一栋楼就是一个小社会。3层是资本雄厚的中产，4层、5层是稳稳当当的中层，阁楼则是社会底层。那么金字塔下面的住的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始算成1楼呢？这是2层，在维也纳它叫尴尬的夹层。这里层高明显很低，采光也一般。这里通常住的是伙计、学徒、仆人。
他们白天在临楼打工，晚上就钻回这层休息。在100多年前的维也纳，一栋公寓楼就是社会的缩影，每一层住着不同阶层的人，就像一个立体的社会拼图。说回这个带有分离派风格的房子，你如果细细看，这里也可以是一座建筑博物馆。比如这一排壁柱，它们根本不沉重，只是平面上的立体线条是19世纪的装饰套路。再看两侧的折角屋顶中夹着的三角山花，灵感来自古希腊神庙的山墙。可以说19世纪奠基主义时期流行这种古希腊文化滤镜，哪怕你不是贵族，也要让房子假装像宫殿。再看顶层负责采光通风的窗户，可以直立看风景的不二选择。在建成的时候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应该是加了金属建材改造过的。这种从坡顶冒出来的小窗户叫老虎窗。在折角处有一批很有风格的窗户，它柔化了生硬的屋顶线条，它是新巴洛克风格的，叫做圆窗。这种窗户上顶着的帽子叫窗楣，借鉴自文艺复兴风格，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山墙。再往上看，这里还藏着一排女神头像浮雕。这种浮雕最早作为装饰出现在古希腊和罗马建筑上，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大量使用，新艺术时期变成了这样。它曾经有着象征守护的作用，后来演变成了装饰。这种象征守护的装饰我们东方也有，大概就是无脊兽。最后看阳台，别幻想坐在上面聊天喝咖啡，这么窄连椅子都放不下。它更像一条挂在房子胸前的项链。栏杆不再是新艺术时期的藤蔓，而是分离派风格的以圆环为代表的几何图案，用理性和对称代替繁复的雕花，这就是1900年左右开始的现代美学。所以说，这并不是一栋普通楼房，而是一个维也纳艺术风格的时间拼图。从古希腊的山墙、新巴洛克的圆窗、分离派的几何阳台，再到壁柱和女神头像，全都平铺在了同一张立面上。站在街上，当你看到这种建筑时，就已经置身在历史之中了。还有个彩蛋哈，我在走进内院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废弃的砖块，你们能看清这个上面印着什么吗？两边的 H 和 D 两个字母是维也纳砖厂老板名字，中间有一只象征奥匈帝国的双头鹰，这是维也纳砖厂维纳伯耿生产的砖块，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制砖商之一，它一年能烧制上亿块砖。维也纳指环路两旁的很多老建筑就是他们砌成的。内院里面因为装修而拆除的一块砖，却挖出了整个奥匈帝国的时代印记。我们的考古小队都特别开心，今天咱们没白来一趟吧，下次再见喽。